環球大戰線，今天終於我們3個人聚在一起，要來圍爐啦！新年快樂！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們在過年的時候也比較有記憶點的一些愉快、開心的事情，然後還有我們過年都吃些什麼。然後因為我最近在學做菜，所以有一些拿手菜，但是也沒有很厲害，所以也不太方便講太多。預告啦，麻油雞等一下可以講一下。好，那今天是圍爐嘛，所以我們的節目形式也很不一樣，我們就3個變成來賓。但是呢，我們制作人也有跟我們說，有一個是新的一個我們的小編，他會來，他叫做 Money 講，會來做主持這樣子。OK， 所以我們3個人也直接失業。好，那小編你可以問問題了，Money 講，請說，對我們進行靈魂拷問。Hello，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啊！我是寰宇限定小年獸 Money 醬，這麼有年味的日子，怎麼可以少了我呢？所以接下來呀，Money 醬就要來拷問3位主持人嘍。現在華人圍爐吃的不只是菜，吃的更是團圓的氛圍，是家人彼此之間的祝福，更是每個家庭獨一無二的記憶。有些菜呢，1年只出現過1次，而有些味道一輩子是忘不了的。所以，我們就要來問一下3位主持人，每個家庭都有一桌不能少的年夜菜，你們家呢，在過年的時候一定會出現哪一道菜呢？那這道菜的背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或是故事？首先，我覺得 Money 講的聲音實在太好聽，真的哎，完了，我们的主持棒不好，我覺得他好適合做這個角色，溫柔小姐姐，真的好好聽，好適合過年哦。那我想要先，因為我先第一個分享，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水餃，水餃啊，是不是很普通？元寶都會吃，但是呢，我講這個水餃，我覺得它是很有意義的原因，是因為其實我高中跟大學我在美國念書，然後其實尤其是到了大學之後，然後高中跟大學都是啦，因為我念書的地方比較偏遠，我不是在那種市中心，包括我在高中的時候念的是叫緬因州，是在美國東北一個很高的地方，那裡沒有什麼華人，都是白人，對，比較多，然後。我應該是學校裡面就是10個以下的華人，就是總共大概十幾個華人，然後那時候會中文的可能就沒有5個，沒有5個人，對。所以那時候每逢佳節倍思親啊，哭。然後呢，我到了大學之後，在東岸的紐約州念書，那時候還沒有到加州，在紐約州念書的時候，那一所學校裡面也是白人居多的學校。然後也是很少那個會講中文的，所以到過年的時候呢，我在高中是幾乎沒有太多過啦。那有時候會回台灣過。那在大學的時候，可能那時候學校也還沒放假的時候，我覺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因為現在台灣其實你們都會覺得好像年味已經越來越少了。是的。尤其是在主要大城市或什麼，我們住在台北，可能就沒有什麼年味。反而我現在覺得，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在美國的年味反而是比較高的，因為你在海外的時候，你會很想家。所以呢，你在海外的時候，你會特別想要做一些家鄉的料理，因為可能在美國都是每天吃漢堡跟薯條。7塊，這是我中午每天的食物。我在大學的時候每天。那你身材維持這樣還蠻厲害的。真的、喔。那時候比較胖，現在比較好。現在比較好。那時候真的每天中午都吃這些，但是到了這個我印象很深刻，到了過年的時候，當時我們學校有一位是中國大陸來的一個老師。那其實我也不太認識他，那他就透過朋友就邀請了一些中國大陸跟台灣的朋友去他家，我們就一起去過年。然後我一進去就很感動，你知道嗎？那時候真的是差點流淚。以前看到春聯的時候，其實我沒有太大的感覺，但是那時候我進去的時候，看到他的牆壁上就是貼那種春聯，我就覺得哇，瞬間好想家，遊子的感覺。然後老師就是鋪了一個很大的桌子這樣子。然後上面就有那個低筋麵粉，我沒有包過水餃，那是我人生那時候我才17、18歲，對，人生第一次，就是我之前都是在旁邊看，但我從來沒有真的下場去包過水餃。然後我們就大概會講中文的，應該有聚在一起有快10個人吧，大家聚在一起一顆包，然後我就印象很深刻，那個我們整個下午就在。聊大家在過年的時候會做些什麼事情，在自己的家鄉有什麼有趣的事情，然後包一包，然後再全部下到那個水那個熱水裡面去，然後大概整個過程，我們感受的是那種海外華人的那種凝聚的感覺，然後後來就是熱騰騰的水餃上來吃，
我覺得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水餃。所以對我來說，水餃這個東西是在我過年，後來我回到台灣念完書回來之後，我都會覺得說很希望能夠再上桌的一道很特別的菜。哦，好，我覺得我講的不錯，蠻感人的。有點洋蔥，有點洋蔥。那你呢？我也有洋蔥，我告訴你，就是呢，你要講到說家裡頭最有年味的一道年菜的話，其實我們家從小到大，我覺得桌上最有年味的一道菜，不是說這種什麼大魚大肉，因為現在其實大家聚會的時候也會吃到這些東西嘛。那你要說最有年味，其實是我奶奶自己手做的那個蘿蔔糕。蘿蔔糕，因為以前就是說步步高升，然後好運旺旺來，好彩頭什麼，所以其實會一直做這種蘿蔔糕的東西。然後我奶奶呢，她用料是很可怕的那種，你知道自己做的跟外面買的就是不一樣。她那個蘿蔔絲都超粗，你絕對知道它是蘿蔔的那種。然後呢，她就會大概從過年前幾天開始，她就會開始把那個蒸籠拿出來，然後刷洗晾乾，然後開始去買東西，然後炒料啊，那些乾貨那些味，你就想說，可能要過年了，很有儀式感。对，就是聞到這味道就知道要過年了。然後他每次蒸好之後啊，他就說，都不要碰，就是誰都不准靠近，因為我們小孩就聞到那個味道，你就會不自覺去偷摸。像我小時候就這樣整個印上去，然後上面就留我的手掌印，這到底是誰吃的？不是跟你們說了嗎？但是你就覺得哇，想到過年，你就會想到這個味道。是。对，然後但是像我奶奶每次都說好了，不做了啦，就今年最後一次真的太累。可是到了明年過年的時候，又開始默默做這件事情。而且講到這個蘿蔔糕，我覺得蠻好笑，就我們家有所謂的蘿蔔糕3天命運史。就是第一天的時候，哇，這切得很好，很精緻，大家就這樣慢慢夾吃。第2天，蘿蔔糕又出現在年菜上的時候，變煎的。換個吃法。對，然後那時候你就什麼醬啊，就直接淋，就覺得哇超爽，好好吃。第3天想說總算沒了吧，沒有，你就會這樣喝雞湯或喝什麼湯，喝到在裡面，你在這，然後就被吸那個湯汁吸得砰砰的，但是你吃的就是一種就是家人的愛的感覺，你也不想浪費食材，你就會覺得哇，原來蘿蔔糕還有這麼多的用處。靜喬呢？這個其實我覺得這也蠻洋蔥的，差不多。沒有洋蔥不行。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輩算是蠻幸運的，就是還有在交接到從傳統的生活，然後慢慢過渡到手機，再慢慢過渡到現在 AI 時代。尤其像我小時候是住在左營的眷村嘛，所以其實我小時候的年味是非常非常重的。我們就是一群小朋友會吃完飯，然後一起出去眷村裡面的巷子，一起放煙花，然後玩鬼抓人之類的。就是我小時候的年味是非常重的。然後我奶奶，因為我们那個眷村也是很多鄰居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當時跟着蔣介石撤兵過來的嘛，所以大家的手藝也是各種大江南北。那眷村菜很好吃。對，就是眷村菜。然後我奶奶最厲害的一道菜是她的紅燒獅子頭，跟她的粉蒸芋頭這樣子。對，然後就是那時候鄰居關係也都很好啊，都會多做，然後怎麼東家給西家，西家給王家，就大家分一點這樣子。對，所以小時候吃飯是真的過年的那個感覺是非常濃厚的。然後再跟觀眾分享一下，就是因為我住的那個圈子是在眷村，然後我們的路口在左營大路路口有一間非常好吃的烤鴨，它到現在都還在經營，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然後那個烤鴨也是逢年過節，我們那個村子每個人都家家戶戶一定都會訂一份的那個烤鴨，對，因為它的片鴨好吃，然後它炒那個酸菜榨菜的那個炒，哇，要加點辣，真的是很棒。所以這些東西會組成我小時候的對於過年還有對於眷村文化那種的感覺。雖然我們那個眷村後來拆掉了，被國防部收回去了，但是那個味道跟那個環境，我覺得就是會滋養我們眷村小孩一輩子，就是都會想到那個味道，這樣。好棒，好棒的分享。那Money講，你還有要問我們什麼東西嗎？還有呢，我們剛剛聽完了這麼多，每一道菜都有每一道菜的故事，但是呢，年假這麼長，總不可能天天吃好吃的佳肴吧？也不可能天天吃外賣或者吃剩菜，所以這一題呢，我們就來拯救觀眾們的冰箱嘍。有沒有一道學得會、吃得下，而且不會被家人嫌棄的懶人過年料理呢？3位主持人看起來問號都不太會煮的樣子，什麼意思？所以節目製作團隊呢，就拜託 Money 講，不要太為難你們啊。這樣好了，就請你們用說的，只要熒幕前的觀眾朋友做一道你最拿手又不太麻煩的料理。我可以先講啊。好，你我先講，因為我的超簡單，大概2分鐘解決。你先講。就是我會做
我教大家就是擺盤好看，然後時間花的少，大家都可以去那種市場，然後買蝦，然後就是把它切背，然後把腸泥挑出來之後把它攤開，然後圍成一個花的形狀，就是噴射狀的這種，然後再蒸，然後你要先做那個醬汁，包括蒜，然後醬油去調味，調你喜歡的味道，一點點辣，就紅色我覺得好看，然後等蝦蒸好之後淋上去。哦，是不是很有年味？可以哦，寓意这樣子。對啊， okay 因為我出社會之後，我就覺得好，我也要在家裡過年的時候有貢獻嘛，然後我就做這一道。看起來好像花了很多巧思，但其實大概就是半小時可以解決。那你家人應該很驚豔吧？就是上桌就覺得哇，很拿得出手的感覺，有在用心。好，做的話比較不知道在幫大家過年怎麼清冰箱，但我可以建議大家，因為現在大家都講求就是吃多少準備多少，當然過年一定會多準備一點，但我覺得大家準備的時候可以多往，像我們家過年一定會有涼拌菜跟滷味，吃冷的這種滷味，那這個東西一準備好呢，它就可以吃好幾天，而且它也不會膩，因為它就是作為一個點綴，像前菜這樣子，然後它又可以放很久，所以就不會說啊反覆加熱啦，因為有些菜我們知道有些民众他們在加那個菜，除夕吃完吃剩，初一再熱，初二再熱，這其實也不太好，所以其實多做一點冷菜，多做一點涼拌菜，然後在餐桌上多出現幾次，我覺得這個蠻好的，然後也不會浪費食材。好，對。我的話呢，因为我最近有在学做菜，然後我其實會做的東西蠻多的，然後也不會太差，其實也蠻好吃的。那所以呢，我不回應。我覺得我現在做的很簡單的一道料理就是那個芥菜雞。芥菜雞不是麻油雞又換芥菜雞？麻油雞我也很厲害哦，因為我都有在秀在我的社群網站上面，所以靜喬都有看到。但是呢，芥菜雞我還沒有 po 出來。但芥菜雞就是把芥菜跟雞放在一起煮一煮結束。我會先用那個薑炒一下薑，然後還有雞炒一下，然後把它調味。有這樣有梅納反應會比較香。對，真的。然後再雞，然後再加入水，然後給它煨一下。